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食品中的干燥剂不要再扔掉了，它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大麻烦，真的是花钱都买不到。像这种的干燥剂，家家户户应该都有许多吧，只是很多朋友每一次吃完里面的食物之后，干燥剂随手就扔掉了。其实像这种的干燥剂，它在家里面的用处非常的多，直接扔掉就非常的可惜。因为生活中很多地方都能用得到，不花钱就能解决家家户户的大麻烦、大烦恼呢。别不信，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像这样的干燥剂，我们发现现在很多食品里面都有。比如说我们买一包瓜子，或者是买一个面包，甚至是买一篮子水果回去，里面都会有像干燥剂一样的东西。有些是干燥剂，有些是保鲜剂，但不管是哪一种，那么都不要随便扔掉了，特别的省钱。使用第一个用处，家里面的各种干粮，还有一些豆类、五谷杂粮等等，平时常吃，对身体有非常多的用处。每一次买回家之后，一次性又吃不完，装在罐子里面，如果保存不得当的话，特别容易受潮，受潮之后就容易发霉变质，或者是长虫子了。而像这些五谷杂粮价格又比较偏贵，长虫子或者是发霉，那么就只能扔掉了，扔掉就显得非常可惜了。尤其是很多朋友在某网上面买的一些有机食材，一旦坏了，这一缸子就好几十呢。其实我们只需要在装了五谷杂粮的密封罐中，再分别放上1到2包的干燥剂。如果你家的干燥剂比较细小一点的话，可以放上2包或者是多包。干燥剂放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盖子拧紧，把五谷杂粮进行密封保存，这样就可以防止食物放在里面受潮，出现发霉变质的情况了。像我家的五谷杂粮，一般情况放在家里面1、2年都不会受潮，就是因为每一次买回家的食品里面的干燥剂都没扔过，把它放在了这些五谷杂粮里面。放了干燥剂之后，五谷杂粮不管多久取出来都是干燥，不会受潮的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回家试一试哦。第二个用处，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些这种的金属工具吧，比如说像这个美工刀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，还有家里面的剪刀，不管是厨房剪刀还是一些手工剪刀，用久了之后保存不得当，我们发现它都特别容易生锈。像这些工具一旦生锈之后，用起来就非常的钝了，一点都不顺手。别说是剪纸了，就算是剪棉花都剪不断。像这些长时间不用的一些金属工具，放在空气中就特别容易生锈受潮。其实如果你家也有这些金属工具，长时间不用的话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放进一个塑料袋里面，最好是放在这种黑色的塑料袋里面，可以达到一个避光的作用。然后再放1到2包干燥剂进来，这个干燥剂就可以吸收塑料袋里面多余的水分，让塑料袋里面长时间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。然后用手将塑料袋里面多余的空气排挤出来，让它尽量处于一个比较真空的状态。再加上干燥剂的加持，咱们的剪刀以及其他的金属工具放再久都不会出现生锈的情况了。这样包裹好之后，
放到家里面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，或者是抽屉里面都可以。用的时候直接取出即可。第三个用处，把它放到这种鞋子里面。像这种的运动鞋，很多人都爱穿，穿在脚上一整天就不愿意脱下来。不管是跑步、爬山还是平时走路，穿着都非常的舒适。但我们发现穿久了之后，里面的臭气熏天，一进屋子里面脱掉鞋子，整个屋里面都是臭鞋子的味道，并且里面还是湿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家里面没有用的这些干燥剂放在鞋子里面，第二天穿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里面变得比较干燥了，而且鞋子里面闻起来也没有异味了。这个方法特别的好用哦。第四个用途，放在衣柜里面。衣柜家家户户都有吧，主要是收纳家里面平常穿的衣服，不管是春天的、冬天的、夏天的还是秋天的，所有的衣服全部都乐在里面。北方的话还稍微好一点，在咱们南方气候比较湿润，虽然说气候湿润好处非常多，也特别养人，但同时衣柜里面长时间不透气的话，衣柜里面就容易潮湿，产生异味，甚至是发霉的气味。其实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家里面的一些干燥剂，不用的全部放到衣柜里面。这样一来，不管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，都不用再担心衣柜里面会出现潮湿或者是发霉的情况了，特别的好用哦。第五个用处，很多人都喜欢看书，家里面难免会少不了有书柜。书柜里面的书如果一旦受潮，没有及时晾干的话，就特别容易长书虫。对于喜欢书的朋友来说，无疑是不好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干燥剂放一些在书柜里面。如果有某本书潮气比较严重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干燥剂加在书中，然后再把书关起来，这样的话效果会更棒哦。第六个用途，像这种的照片，或者是1寸照、2寸照，基本上家家户户，平时在工作中，孩子在学习中也会用到，但有时候一下子拍多了没有用完，就算是放到密封袋里面都很难幸免，会受潮。受潮的时间长了，照片就会变花。所以说我们可以放一包干燥剂在里面，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止照片受潮了。其实这个方法以前我也不知道，这是相机店的老板教给我的。你别说，还真是那么回事，特别好用。是不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原来平时被你当作垃圾扔掉的干燥剂，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用处竟然这么多。所以说看了今天的视频分享之后，以后咱们家里面的各种干燥剂千万不要再随便扔掉了，赶紧试一试今天给您分享的这些方法吧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